好，淘宝、拼多多到底是不是非洲猪瘟破口？因为现在破口太多了，因为台湾是一个海岛，四面环海，走私也有啊。像金门马祖，光是飘了一个病猪，他们都吓死了。金门就猪肉就不能卖到台湾来了，就因为有一个病猪是大陆飘过去的。那另外这是越南的病毒猪，那是不是越南移工想吃呢？然后这到底猪肉怎么来，我们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啊。所以那当然也有可能就这种是小包裹，也有可能。另外旅客也不见得不能带进来嘛。你现在机场以前查是说从什么香港啊，这跟中国有关的地方来严查，欧洲来就放松嘛，对不对？那问题是可能也到欧洲再带回来也都可能啊，所以真的是防不胜防了啊。那另外就是当然是厨余了，等会我们会谈哈。那卓荣泰说，境外电商限期不落地就下架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就是说，本来这些电商就应该给他在台湾注册嘛，注册你抽他的税嘛。那你就不给他，所以因为他跟大陆有关，就像那个爱奇艺一样，不给他注册，就大家还是照看爱奇艺啊。你没有看吗？很多人都在看啊，什么这个剧那个剧啊，对不对？然后呢，钱让你还照付钱呢、这个钱台湾有抽到税吗？没有，就不懂在想什么东西啊。那所以呢，现在要求淘宝、拼多多限期内落地。龚明鑫说，因为它涉及跨业别管理，所以要跨部会讨论。意思就是说呢，现行规定没有电商这个行业别。电商已经有多少年了？它没有这个行业别，因为没有这个行业别，所以管理就有复杂，没有法律可以管。意思是这样，等等请教叶律师哈。那现在的机场入境要取消免检疫通道，现在你一下飞机问你哪里来嘛，有的就免检疫，有的在那边排队检疫，所以现在通通要检疫了那防疫署是严引的手提行李全面 X 光检查以前是大行李要 X 光检查，小行李不见得了哈，尤其进来的时候，它有是抽查，现在全部检查。排队又排死了，你设施也来不及了，你设施根本不够，原来你的设施就是为了抽检，而不是要全面检查来用嘛好吧，这个10月15号开始，快递货物输台湾要申报电商、境外私人集运商，所有都要给我清楚的讲清楚。我们先看一下。台湾爆发非洲猪瘟疫情，旅客从国外携带输入品回国将取消免疫通道，不论是否从非洲猪瘟区，一律查核。X 光的扫描的部分呢，也会这个扩大执行。那另外，过去呢，这个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红绿线嘛，绿都同等的查核。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也痛批蓝白删除食药署边境查验预算2000万，导致难以查夹带猪肉的包裹，但实际上并非食药署业务。检验那一块的话，事实上是在跨部署里面跟农业部进一步的协作。所以简单的说，这一次的猪瘟的事件是跟食药署应该是不挂钩的。因为委员这样建议的话，我们非常感谢。在野反批政府企图转移边境管制问题，但除了边境漏洞，中国电商平台例如淘宝跟拼多多，也是可能成为非洲猪瘟的破口。卓荣泰要求这2大平台限期落地，不落地就下架，但欠缺法源依据。而脸书上也随处可见中国临时代购，如何防范？每天都有上网去搜寻，那只要有看到这一些违规的广告，请他下架。营业啊！防堵海外邮包夹带肉品，即便全程 X 光检验，有疑虑才人工开箱检验，抽检率约3%，实在不高。还好意思说边境多严格？你们干脆直接说这个10安5环边境管理早就已经弃守了嘛哈？那你说精进的话，你要怎么做？我们精进的话，目前我们针对这个查验的件数，我们至少要提高20%以上。台湾出现非洲猪瘟，必须料敌从宽，严格检验。对，列律师，因为我觉得政府真的是自打嘴巴，因为之前我们就在帮这个海外的大陆的电商就是很有名的电商要来台湾设点，然后就是要做投资案，然后呢，其实法律是没有禁止的，但是呢，政府就是严审到最后让人家知难而退，就让人家设不了。那设不了，其实他如果可以在台湾设立子公司，那这样的话，所有进口的，第一个他在台湾要请人，我们就会促进就业；第二个他在这边的请人以后，他就要适用台湾劳基法；第三个他在这边进行所有的网络销售行为，就要适用台湾的消保法。然后再来他的这个，我们台湾就会促进税收，这本来是双赢嘛。但是民进党政府就是不要大陆的企业在台湾投资，所以我们以前都说帮人家从投资做到撤资嘛，做不了最后只好走嘛，那对台湾的经济是不好啊。现在开始说我要管你，所以你赶快来投资，
大陆的电商是白痴吗？我特别来设点来给你管，我是脑袋烧坏了吗？而且另外一步讲，刚刚说什么这个无店铺零售业，就是电商就是无店铺零售业，它本来就有主管机关是经济部的商发署嘛，所以其实在我国的法令是非常完整的。那就是政府自己，民进党政府自己基于意识形态去阻止他们来落地，然后现在说你赶快来落地，这根本是自打嘴巴。那事实上这一次非洲猪瘟，这次猪瘟的问题根本也跟电商没关系嘛，因为大家只要去买看就知道，本来在大陆，你如果去买肉品，他就跟你讲的你是不可能进口到台湾来的，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有一个习惯啦，出事先怪老共，好，怪了老共再说，那怪完老共怪不成就怪蓝白，对不对？那一定是，那不是老共的错，那一定是这个台中市政府的错，就怪卢妈。那卢妈在2018年就跟就讲过了，这个厨余不能拿来喂猪，那时候是谁说可以？不就是赖清德院长吗？现在还是要怪台中市政府，怪蓝白，我觉得实在是很烂哦。政府应该面对自己的错，你既然边境管制查验失败，你就认了嘛。好，那赶快现在去亡羊补牢，不要一直在那边找战犯。问题发生了，先解决问题，不要去想要推卸责任。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啦。而且最后要讲说，你电商怎么下架啊？我们台湾没有网络长城呢，你怎么去下架阿里巴巴？你怎么去下淘宝？你这鬼扯淡吗？你自己讲这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刚刚我们在讲爱奇艺你现在看不到吗？你还是看得到啊，你只是少了一个可以在台湾财阀的公司而已，不是吗？好不好？因为呢，现在不能杀猪，又不能运哦，然后呢，延长了10天，所以呢，很多有名的店都没有办法，因为没猪肉，所以就知道台湾人多爱吃猪肉。所以那美国人讲说，哎呀，我们美国人都可以吃猪肉，你们台湾人不能吃我们的猪，完全不同啊。你美国进个猪看会怎样？不会怎样。那你美国进个牛肉看会怎样？哇，那天下大乱。台湾呢，进个牛肉也不会怎样，台湾进个猪肉不得了了。多少家名店，什么巧滋味水饺啦，哦，这个黄记卤肉饭啦，哦，什么反正就包括这个水饺的、猪心的、大肠的，哦，然后呢，这个什么猪脚的什么一堆，都因为没有来源呢，那怎么办呢？只好歇业啊。另外呢，彰化很有名的阿全最后一锅矿肉，我这看这不是矿肉。他就改卖鸡腿，为什么是哪是矿呢？啊，这是鸡腿，没有矿肉，只好卖鸡腿饭啊。矿肉饭很好吃，很香啊哈。那另外呢，这个行政院通过非洲猪瘟补助方案，猪农团体说希望流程简化，赶快补助，我们已经如大旱之望云霓了啊。来，建好。我想这一次这个猪瘟问题，我刚刚如果针对这种电商，我觉得是完全走错方向。因为其实说真的，包含说有些民进党委员在讲说什么要开始禁止这个采购等等，其实本来就禁止。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些透过电商平台进来的这些境外的这些包裹，它现阶段根本没有能力去逐批查验，它是抽检查验。所以如果要加强，应该是说是加强现在的查验的量呢，而不是去修什么法。因为基本上来讲，现在本来就不行进来，所以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我想这一次的这个非洲猪瘟问题，还是要强调的事情，这个猪瘟不会从台中的土地长出来，这一定是境外管制什么地方出问题。那截至目前为止，大家都把重点锁定在台中市政府的疫调的过程，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到底这个非洲猪瘟它的基因定序，它到底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还是来自于越南，还是来自于哪里？到目前为止，即便那天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也有媒体问说，到底现在这猪瘟是从哪里来的啊？那个那时候农业部也说，现在还没办法定义，所以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已经过了这么多天，还是没办法知道它到底从哪里来。那如果没有办法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去防堵嘛。所以这部分我觉得现阶段最重要的，除了疫调，然后找到来源之外，更重要的是现在去全力的防堵，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大概8天左右的时间，第一个阶段的5天已经过完了，第一个阶段5天的所谓的第一层的所谓关联场已经解决，比方说第一层的关联场至少到目前为止找不到那个相关的病毒株，那病毒株换句话说可能只锁在原来的那个无期场而已。那现在在进行说第2个关联场，就是关联场的关联场的第2层、第3层，如果都没有的话，那我想也算好消息，可能有想这个东西可能非洲猪瘟这个事件就会落幕，就代表它没有扩散出去，就是一个个案爆发。那这个厂它当然这个厂引发出来其实很多问题，这个厂看到不是只有台中市政府的问题，这个厂其实看到是很多整个台湾的这个所谓基层的养猪业，它不管是厨余的管理，不管是这个申报制度，还包含说 SOP 等等的，包含说兽医到现场，如果它没有这个非洲猪瘟的传统的这个症状的话，它能不能强制裁剪？这部分在这2天立法院质询的时候，农业部也说没办法，因为你就没有法律依据嘛。所以这部分都等于从头到尾，一开始大家没有想到
我讲为什么会有空窗，就是因为一开始没有人想到非洲猪瘟进来台湾的。如果现在突然有病死猪，因为其实说真的，台湾每天不管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养猪场，还是有规模的养猪场，每天这个所谓必死猪，它的数量是一个黑数啦。讲白了，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个数字。我想连农业部都不知道真正数字。那过去并不是死一头猪就马上做 CPR， 那现在台中是采取说只要死一头就做 CPR， 但是说真的，以现在全国的量呢，我不可能做到说，因为每天台湾的每天都有很多这个猪只在死亡。那是不是政策要调整？为了有这个量能吗？就说每死一头我就要做 CPR 吗？这个政策在过去是不存在，是因为这一次这个非洲猪瘟事件爆发之后，大家才开始讨论说，那为什么你几头猪的时候没有去做裁剪？那就要明确定义嘛。那到底几头猪的时候应该去裁剪？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次都要把它法制化，那才办法去阻断说未来可能新的病毒再进来。那我再补充一点呢，就包含说大家也想说为什么前面有死几头猪都没有通报？因为现实状况就是说，如果第一线的猪农跟兽医师他没有报的话，不会有人知道。那谁会知道？就是那个化制厂。但是化制厂它有一个数量，比如说在台中这个案场，它的比例是3%。这个是农业部的规定，就它全场的猪死到3%的时候，它才会跳出这个警示，然后才会通知地方农业局跟相关单位去现场检查。换句话说，这个养猪场它必须死到3%，就死到10只左右的时候，它才会跳出通报，通报完然后才去现场看。所以这整个流程未来也可能要去检讨了。去下再回来。好，厨余蒸煮，国民党说呢，这个本来早就该设了6个，弄个半天只有苗栗有，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早就该设了，大家都知道，厨余必须要把它彻底的这个，不管消毒也好啦，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化肥也好啦，各种那边境管制好像也有问题啊，那怎么进来的？到底哪里进来的？那另外呢，台中又被逼啊。所以呢，台中环保局紧急调度了12个垃圾掩埋场进行厨余掩埋，所以呢，现在不能喂猪啦，所以通通进去了，进去了，这个直接变成厨余海，所以呢，这个网友就讽刺叫做堰塞湖啊，那台中环保局好了，又不给你倒你也骂，给你倒也骂，现在宣布了，说呢是因为呢疫情才掩埋。而且呢是这个按照中央指引的去化方法进行的。那现在呢，这个被你们这样骂，所以呢，从现在开始，这个原来有8个厂，现在呢从30号开始，除了文山沙鹿后里外，其他9个厂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不再给你埋厨余了，还笑我们笑我们是什么堰塞湖，不给你埋了，看你怎么看怎样啊？那所以现在只有文山沙鹿后里可以，其他地方不行了那个地方设施比较完整吧因为你看自己也是都是都往里面淹埋那怎么办呢？很快就满了。有不恶心的垃圾堆吗？光台中一天就200吨厨余，对啊，200乘1000，千万10万就20万公斤，因为一般的垃圾这种。固体垃圾它有所谓，现在我们这种采用卫生掩埋法，1层垃圾，1层沙土，1层垃圾，那这怎么弄呢？这是个湿的，还没有干湿分离啊，从到那个地方，你是上面埋什么沙也很难所以他们说讹到爆，的确啦，在那附近如果有住人的话，一定很烦那台中市政府说我是这个民意代表说厨余掩埋不合规范，破坏环境那台中市政府说，那中央指引就是这样我们指引这样怎么办呢？那另外呢，这个议员是担心会不会有什么石虎啦、野猪啦、老鼠都来吃这个厨余所以周荣泰也亲自去视察，一定会如果说那么不会了，下不去，那么多食物掩埋在放在那个地方，你自己想想看那所以呢，现在空拍雾峰掩埋场呢，变成一个厨余海。厨余坑在这边，一个大坑那这边是焚化炉的这个灰渣，那因为乌溪就在附近取水口在这里，所以他们担心，但还有一个距离了，会不会将来就什么污染跑那地方去地下水或者怎么样？万一又什么下大雨又
满出来怎么办呢？哈，所以呢，这个台中市政府说，好吧，现在73%都送到焚化厂去焚化了。哦，那焚化的话，你基本上要干湿分离，哦，要把它做好哦。那另外呢，这个立委要求农业部3个月里面提出检讨报告，到底厨余共同蒸煮厂，你原来这边要有6个，当时呢在5个县市啊，要每天能够处理2600吨，结果现在每天有2115吨，如果你2600吨就够处理了，结果现在只有苗栗一家在营运，其他也没有在营运呢，哦，所以你3个月里面。农业部提出，你到底要怎么办啊？那张立善云林县长是说，不要被40万头猪的8%的厨余政策绑架了，所以他还认为应该全面把收水禁，因为云林是台湾最大的养猪大县哦，有这个的12000户的这个猪农，大概哦，猪农很多了啊，所以是最大一个县啊，所以他意思说呢，现在只有46万只猪吃收水嘛。所以不应该为了他哦，就搞得这个都被他绑架了啊，意思是这样子哈，好吧。另外呢，兽医也灰心了。这个兽医呢叫做季佑明，他说哦，他问那个台中养猪场，他说你死了这么多猪，为什么不找我呢？不跟我讲呢？养猪场说你也不卖药，很多兽医在卖药，你也不收钱，怎么好意思又麻烦你呢？所以他说好了，算了，从这个他现在被人家骂嘛。哦，说依法要处理他。他说我不再跟畜牧场签约。我昨天有讲啊，现在最缺的兽医是什么？就是大型动物的兽医，猫狗不缺，牛、羊、马、猪很缺。为什么？待遇很差。是看个狗猫多少钱啊？你看个牛，看个猪，所以兽医系毕业的，哦，兽医现在分数不低哦。兽医系毕业的学生不愿意去看。大型动物都只愿意看这种家庭的宠物，有一个大的问题，我们看一下。29号，台中雾峰厨余掩埋场空拍画面曝光，现场累计到了278公吨的厨余，旁边就是雾溪，遭到质疑，下游3公里处就是取水口，而雾峰居民日常用的就是地下水。这些收水渗入到土壤之后，肯定会影响到我们雾峰居民的民生用水和农业用水。台中爆发非洲猪瘟，中央下令禁喂厨余，市府一开始决定将厨余掩埋，但不止被质疑为何不焚化，还有议员表示，掩埋场每天倒入将近200吨的厨余，痛批根本是厨余海、堰塞湖。卢秀燕这个任内，你看堰塞湖，我们已经把9处都把它封掉、复堵、消毒。所以现在剩下几处？现在会剩下3处。光是厨余议题就连日遭到炮轰，台中市府环保局也宣布，10月30号起停止使用9处掩埋场去化厨余，要让掩埋场不留厨余海，但不留下的还有它。台中无锡安利厂的特约兽医师季医师差点当了冤大头，还被调查，在脸书抒发了这几天的心情。他说自己曾是口蹄疫受灾户，26年前结束了养猪事业，来到台中开业，还点出特约兽医师早就在台中市流于应付法规，不用具备畜牧场专业，只要有兽医师的人都能当。每年3600元的合约费，还有人销价竞争，只收2000，前提是只能挂名。也问过爆发猪瘟的养猪户，这次这么重大的死亡率，为什么不找他？对方只回答不卖药，来了又不收钱，怎么好意思麻烦你？让他当场无言，变成是被背锅的对象，最后还要承担行政罚则，我觉得我就反而是可以放弃特约兽医师的资格了啦。于戴新涵不想再当畜牧场特约兽医师，认为责任已了，制度规范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想解决问题的人再减一。我想这个事情是全台湾的一个大危机啦。现在已经我们的猪肉好不容易拔针，现在又不能出口了。那刚刚讲到说边境的管制确实是比较困难一点，包括走私等等的哈，大家都很尽力。但是为什么台中市这一次会让大家觉得荒腔走板？甚至有人说连猪都管不好了，未来怎么管人？然后其实这个分几个层次啦哈。我们刚刚在讲这个肉品的流向哈，我特别点出来哈，因为昨天我们在新北市议会质询的时候，发现说新北有流入新北600多公斤，有80公斤是被新北市政府封存起来，居然没有销毁。后来我们在议会质询之后呢，我紧急打电话给行政院，后来证实确实一律要销毁。我想新北市政府今天也答应说他们一定要销毁，这个要给他肯定，然后以后还是不要自己想说封存起来还要验，然后赶快烧一烧比较
安心啊，不是燕燕在烧比较安心啊。第二个哦，包括这个。刚刚那些寄信收据师他最倒霉的是什么？是最倒霉是第一个时间，台中市政府发的新闻稿，居然是写他是特约收据师到场，只是说只要投药就好，其他都不用做。那后来是他在网络上面。跟去别的地方发声说不对啊，我根本不晓得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跟我都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到现场，也没人联络我。后来呢，又冒出了姓王的兽医师，第三波又说这个我姓王兽医师他不是兽医师，他是兽医佐。后来已经出现4位兽医师，现在网友都说4个人可以打来做麻将了。为什么呢？台中市政府处理这个肉的事情，处理疫调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好，难道大家不应该关心吗？不应该要求吗？今天中央已经组成了10人小组正式进驻，中午的记者会相信大家都有看了。我想台中市政府这次难辞其咎了哈。另外一个厨余的问题，我要肯定这个云林县的张立善县长，他在7年前就禁止厨余喂猪，所以呢，你要有前瞻性的计划、配套措施，你才有办法进厨余啊，不是说你现在下令禁厨余，这厨余要去哪里？所以你看台中有一个生质能源厂，它也是用厨余去转换的。好，虽然呢这个卢县市长在第2期没有让他继续做，但是现在又改口说好，我们希望中央争取。我想这一点当然是对的啦。另外一个呢，台南也有高速的发酵厂，好，这个就是说你怎么样超前部署，为这个厨余做预先的准备。你看这3个县市有做这些准备的话，未来我们的厨余问题可以获得解决，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问题。像新北，我们新北的厨余是怎么处理呢？哈。没有掩埋，我们新北的厨余是立即告诉大家说，我们把水沥干，送进焚化炉。虽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呢水分会造成焚化炉的寿命缩短，这是肯定的哈。但是至少在现阶段比较紧急的时候，做一个适当的处置。当然你要说掩埋有中央相关指引，没有错啦哈，你符合规定。但是有没有想到说，其他动物的足迹到那边去？不论是人，无论是动物，只要碰到这个非洲猪瘟的病毒，它很有可能就把这个病毒带去了。今天还爆发出来，原来这个异常已经消毒很多次了，它还是验出非洲猪瘟的病毒。今天国防部的化学兵已经进驻，就知道这个病毒有多难去克服它，多难消灭它。所以难怪这厨余大家会笑啊，无论各党都在笑。去现场拍的还是民众党的议员江河树议员，你看看这什么时代了，还在做这种处理？为什么要把它盖起来？因为满了嘛，没有办法处理。如果我们每一个县市政府，甚至中央，我们都可以预先对厨余的再利用、循环经济做一个预先的规划，我们现在就不会遇到这样的窘境。我也希望借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市议会也提出跟侯市长报告说，我也希望说新北也能有自己的这个循环经济的厨余的消化的系统，让我们遇到平常的时候就可以消化，可以堆肥啦。你看像云林张立善，他是给南亚做堆肥厂。我觉得很好啊，再利用再发给农民，回归到土地，这个就是有远见呐哈。所以我想很多事情是不是蓝绿的问题，也不是政党的问题，是有没有远见、有没有治理能力的问题。对，我觉得嘉玲讲得很好啊，这真的不是蓝绿的问题啊，这也不是应该丧事喜办的方式啊。民进党政府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病毒株到底从哪里来的？是你们边境管理不好啊！你现在全部灌到卢秀燕这边，我真的觉得是无法苟同啊。还有同时间哦，我必须说，刚刚你讲到了，中央要有一定的办法来去协助各地方政府去处理这些厨余。你知道农业部长他说什么吗？厨余能否养猪是地方权责，厨余的处理问题，中央没有统一规范。你农业部在干什么啊？到现在了，发生了8天了，你才成立了10人小组。你们在叫了陈时中过来，在那边穿个衣服，好像防疫5月天又出来，你们在疫调，你们在作秀嘛？所以千万不要丧事喜办。如果今天你们边境管理得好，台中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所有台湾的畜牧产业需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吗？还有刚刚讲到了，所有台湾在第一线的所有食安，你边境不用负责吗？你们现在讲的这种风凉话对吗？台湾所有的猪农，包含所有第一线民生，所有食安。中央你们在干嘛？8天之后你们才成立了小组，这个时候你们在那边再直接怪，不要。刚刚你说的嘉玲姐，你说的非常的好，不要分颜色。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中央有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协助地方政府处理。如果他今天有能力处理好，能够让你们这样子丧事喜办吗？所以要搞清楚，今天猪肉是我们台湾食安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刚刚讲到了有多少第一线所有知名的店家，包含到我们所有的民生，没有办法吃牛的家庭有多少？大家都必须要仰赖猪肉。现在这个状态，中央跟地方不要再分了。我其实想要讲一下，其实，在7年前云林开始禁止厨余养猪的时候，中央是骂他的。当时赖清德院长说，地方不要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当时的农委会陈吉仲在讲说，朱委在说，哎呀，这个我们会开始辅导业者要用饲料养猪。7年过去了，都是民进党执政，民进党现在在做什么？谢谢郑焕。那么要罢免国民党，大罢免大成功啊，结果大罢免大失败，这些罢团还在他们挺沈伯洋选台北市长然后呢说10月31号是民进党征召提名的最后，赶快报名，赶末班车去报名尤其沈伯洋最近又被大陆这个四川公安提报说这个要严惩搞台独，所以呢。沈伯洋罢免团里说：“哇，这个现在有名了，赶快有黑熊学院什么，赶快要选市长那沈伯洋不太想选，因为实在是选不上吧，我想。沈伯洋说：“谢谢大家支持我，但是我还是做好立委工作最重要。选什么市长呢？那另外呢，这个说林右昌是让罢团不满，所以罢团不支持他。台北市罢团认为是最理想的人选，太好了。”那而且英系又不要吴怡农，他们现在麻烦，这个不要那个，那个不要那个，对不对？所以呢，最后他们认为说沈伯洋是很好的那另外呢，英系不要吴怡农，那说王世坚很好，王世坚最近又很红，对不对？种种王世坚呢又没有意愿，也不想选都不想选。那所以呢，现在被认为可以选的都点名别人，王世坚就点3个人。哪3个人呢？说王世坚说这个，我看哪3个人？徐国勇秘书长，庄瑞雄还有高嘉瑜，都非常适合，他们是全方位、全能型的人选所以呢，我不要选了，还是他们选吧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因为第一波已经提名4个，好像嘛，第2波要提名新北。彰化都在里面所以他们现在有5个，民进党有5个县市长，说还要将来要增加这5个，除了这5个以外，还要再多当选几个，所以加 N 可能可以是1、2、3、4、5那另外呢，彰化4个人派系也造成内讧了，然后呢，郑国会挺黄秀芳然后呢，这个说不要这个跟邱建富要变反正郑国会看起来也蛮积极的那基隆市看起来是童子伟有机会，新北市苏巧慧很有意愿，云林县刘建国然后呢这个彰化县这个有4个人要争那另外呢说新北有可能是苏巧慧，基隆可能是童子伟可能会出现，所以第2波可能会拍板6个县市长人选那另外呢，这个郑国会说要开闸邱建富而且推举黄秀芳投入民进党的彰化县的初选，所以看起来民进党现在派系也在竞争了我们看一下。艰困选区的台北市被点名的沈伯洋传出被罢团立拱，不过本人说没有早交意愿书规划，倒是刚从德国返台的吴怡农有意愿。我不知道有意愿书因为我完全不敢想。强调党内人才济济，自己无意愿，同属艰困区的桃园开出第1枪。好大一片看板，写上何志伟选市长，最后署名李光达议员全力支持。对此，何志伟发声明，若有机会，一定会全力以赴。台面上被点名的还有王一传、前立委黄世杰也积极布局外。至于较单纯县市是民进党第2波提名重点，新北苏巧慧几乎定于一尊，云林的刘建国也较无悬念，基隆议长呼声很高。党部一定会做一个完整的通盘规划，
会做妥适的一个考量。那我们其实也就是做好这个议长的工作以外，我们随时也都在监督市政。另外，较复杂的就是彰化县有4人争取也早交报名表，最快12月底前完成党内民调后确定提名。之后应该会进行协调跟征询，那秀芳会积极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能否通往2026首长道路修行，仍在个人。我先讲一下哦，刚才就是我们嘉玲议员讲的一个公道话，就是当时7年前，云林县长张丽善就独排众议，就说要用厨余厨余不再养猪。当时的行政院长赖清德是打他脸的，好打他脸。那现在证明张丽善是对的。那可是我们在讲说不要用厨余养猪，那么7年前张丽善就做，这7年来中央到底做了什么？刚刚讲了，其实这个就是境外传染。另外这7年来，刚刚不讲吗？如果要用厨余养猪的话，你要有合格的蒸煮厂。7年来只有1家合格，其他通通不合格，都是要变成是这些养猪场自己去报。那另外呢，云林用一个堆肥，刚刚讲的，他用堆肥，现在就出现了这个厨余处理的问题。台中你知道去年台中的厨余回收处理，行政院中央是颁给他优等奖的。是颁给他优等奖，所以请问一下，台中的厨余处理有没有按照中央的 SOP？ 不然你去年的奖是怎么颁的？你是蒙着眼睛颁的吗？你不然把它收回去啊！所以他按照你的 SOP， 可是现在呢，因为爆发了非洲猪瘟，哇，现在就百般的就说都说这个台中怎么样糟糕，怎么样糟糕。我想请问一下，台中它不是养猪大县哦，我们现在禁止厨余去养猪，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台南、屏东也是养猪大县，或者是嘉义等等，这些的厨余怎么处理？我想请问一下，它的处理难道不是跟台中一样吗？按照 SOP 就是跟台中一样啊。台中如果罪该万死，我请问一下，其他的县市厨余是怎么处理的呢？所以你说没有什么政党的这个考虑，没有蓝绿的考虑，我跟你讲，其实现在最近只要发生什么事情，刚才叶律师讲的对啊，就是第一个事情看能不能先中共造成的。结果跟中共没有关系那一定蓝白造成的。再跟蓝白实在牵扯不了，这蓝白乱删预算，一定用这样的一个 SOP。那你如果是你像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啊。那至于就说台北市长的现在民进党的人选沈伯洋，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本来听起来民进党是要安排他去选花莲的他在花莲，因为他的那个责任区就在花莲。好，现在也不要那个罢团呢，罢团在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可能还是觉得要一展身手要有我们的自己人就推荐了沈伯洋。本来民进党的这一次的县市长的他们的提名人选，他是对于是非执政县市，他要用直接提名，他不用初选的。但是没有想到这次台北市看起来百家争鸣。那现在可能这个最热门的抢手的是王世坚。但王世坚讲了很多次，他没有意愿，他又点名了好几个人，什么徐国勇啦、高嘉瑜庄瑞雄。他为什么点名这些人呢？这几个人都当过台北市议员，我认为是这样子那所以台北市其实从吴怡农第一个跳出来表现他有参选意愿之后，哇，现在百家争鸣，其实就代表民进党对于台北市他们是没有办法定于一尊的嘛。他们可能觉得蒋万安够强。那另外其他几个县市我看起来好像也有很多要去弄初选的。那对于民进党来说，我觉得这一点倒是值得国民党也要警惕小心一下，因为国民党其实现在对于有些县市的这个选举也暗潮汹涌，有的已经浮上台面了。但是以民进党来讲，他显然要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有初选的这些纷纷扰扰，他要在明年的农历年之前，他全部要做一个了结。也就是说，农历年之后，那么所有的人选就定于一尊了那么对民进党来讲，民进党就这样子可能初选打得你死我活，那可是最后呢，大家就团结，那他们就会争取比较多的时间在明年的县市长就开始从明年的这个农历年，他们就开始正式的起跑。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国民党来讲，我觉得大家也要小心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的主席11月1号新主席是11月1号才上任嘛。
但是对于县市长，现在我所知道，有些县市本来你以为好像只有一个人，或者你本来以为没有人要选，可是现在可能已经有2组人马，甚至3组人马。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把握时间，这也值得国民党要好好警惕，不要等到人家全部都已经归队了，都已经确定好人选，然后我们还在陷入一个初选的纷争，那就不好。谢谢小回来。好，民进党现在因为各地啊，在这个谈这个提名啊，到底谁哈？高雄，原来高雄呢，林岱樺是民调第1名啊，但是现在因为助理费啊什么啊等等，所以林岱樺也很气啊，说这个政治干涉司法干涉初选啊，干预初选啊，林佳龙发文挺他，说呢，林岱樺不贪不取，为一个我们还相信的公益台湾加油啊！你看林岱樺啊，大改革、护国市长、大冈山造势晚会，这林岱樺都要10月1号办晚会了啊。那说呢，站出来挺岱樺，10月1号星期六冈山合体公园啊。我看有王义川也支持他，陈秀宝委员、黄秀芳委员、卓冠廷议员啊支持他啊。那结果呢，林佳龙被围剿哦，因为各喜各案，有的支持就是不支持林岱樺就围剿，或者支持别人就围剿啊。那林岱樺就说：“我可以承受任何攻击，不要伤害我的朋友。台湾的力量不容许一再的被切割啊，把这个切，把那个切，把那个切，把那个切啊。所以呢，他说他没有罪。10月1号的公开活动他要公开说，检调是不法起诉他的。我要让高雄市民公开审判。民进党以前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做‘当选过关，落选被关’。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样。当时是对国民党了啊，现在是说呢，这个市民来公开审判我，谁能把我判刑？只有市民才可以，其他没有资格啊。那另外呢，林佳龙说因为林岱樺不贪不取，所以网友就把他脸书灌爆了，说龙哥你不要闹了啊。另外呢，林佳龙自己出来说明说支持他捍卫自己的权利啊，对不对？他觉得他很委屈啊。他认为他不贪不取啊，他不能捍卫他的权利，我支持他的权利啊。另外，王义川也发文挺林岱樺选高雄市长，哇，几千网友去洗版骂他，说你民进党嫌票太多吗？为什么要提名他呢？为什么要支持他呢？不要忘了，林佳龙、王义川都是正国会的，他们觉得为什么全部都是这个新潮流，不可以所以他们也替他们自己的这个新国会的会友讲话那所以媒体就说，那林佳龙你也是当外交部长，那赖清德看起来不喜欢林岱樺，那林佳龙要挺他，你是跟赖清德唱反调吗？到底是怎样呢？你看一下，林岱樺有没有罪？我将在11月1号的活动公开检调，不罚起诉。公开预告周6的造势活动很精彩，而要替自家派系参选人抬轿，正国会动起来，议员到立委，甚至外交部长林佳龙集体串联发文。林佳龙甚至直言林岱樺不贪不取，所以我们支持林岱樺委员捍卫他自己的一个权利，我们也期待对一个认真问政，那在基层生根，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民意代表7任的立委，我们社会应该给予他这个一定的空间。肯定林岱樺表现，不过不少支持者却不这么认为。留言不是要林佳龙别闹了，也有人直呼对民进党很失望。这网友按怒的数量几乎要跟按赞的差不多。同样的状况也在议员卓冠廷脸书、立委王义川的脆上同样骂声一片。那嘉玲怎么看？我想是这样哈，因为林岱樺委员确实他的基层相当的强哈，那他在国会的问政表现也还不错。对于林佳龙部长来说，因为他们都是正国会哈，从同一个系统的朋友之间，当然一定程度的相挺，这个无可厚非啦哈。但是因为现在是民进党要进行的高雄的党内初选，所以并不是大选。那党内初选用民调来决定，好，那既然用民调来决定，其实包括邱意莹呐，他也邱意莹也相当的优秀哈，包括赖瑞隆，包括这个许智杰委员。所以你看他们都没有口出恶言，因为现在是民进党党内的一个竞争，那党内的竞争就交给选民去判断嘛。那我今天也问了几个，我就
孤影其名，然后几个这个正国会的好朋友，他们也告诉我说，毕竟是自己派系的人，当然他希望我们帮他办一场造势晚会，我们就帮他办。这个也有一个好处啦，就是说我们民进党确实你要支持谁那是你的事情，那他的权利也没有被剥夺啊。民进党开了3次会，他还是有参选的资格嘛。那既然有参选资格，你要让他参选，你总不能阻止他嘛。依照林岱樺委员的个性，也挡不了啦，所以就让他走下去吧。这个11月1号以后之后的这个初选的机制就会来进行，然后那他也是要尊重民意啊，民意调查就是要尊重民意，到最后这几个候选人都会让民意来决定，然后那但是我们讲到这个刚刚这个台北市还有各县市的部分，确实现在看起来台北市我们现在是找不到人啊。坦白讲哈，你看王世坚没有意愿，他要推崇这个徐国勇，徐国勇现在秘书长已经非常的辛苦了，已经千头万绪的，他也不可能去选呐哈。那当然高嘉瑜委员也不错的人选，不过也要尊重个人意愿呐哈。一个是个人意愿，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能不能有效的加分呐？好，你如果没有办法有效加分，你就算去领了那个意愿表，对于局势也没有特别的影响嘛。不会前进一步嘛？因为对上接下来的这个局势也不是那么好处理。但新北反而相对单纯然后我现在最近看林右昌秘书长、前秘书长好像比较没有他的声音了。我看大概也就是苏巧慧委员呐。那其他县市民进党自己有一个党内的机制，我们的选队会分组分县市去征询相关的人选。如果协调下来，就可能就协调；如果没有办法协调，就用民调决定，就这么简单。夏龙，我对派系政治其实没什么兴趣。大家知道派系政治同一个派系的为自己的同派系的政治操守去背书，这个风险比较大。赖清德过去也为了新潮流，为了吴乃仁的哭的这样子死去活来的，觉得他们2个人一定是清白的，不然他就要退出政坛。后来呢？换句话说，此一时彼一时，这个是呢民进党的派系的内部事务，基本上都还是选举，都还是政治利益。不过，我觉得沈伯洋是可以谈一谈的。台北市，我认为沈伯洋应该认真看，民进党都应该认真看待呢霸团在推荐沈伯洋这件事情，只要是霸团推荐的，我都支持。那沈伯洋起码该想一件事，就是今天要不要提名沈伯洋？我认为只要 CIA 同意了，其实都 OK。那今天呢，沈伯洋提名之后，沈伯洋角逐台北市长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真的当选。老共要通气，你就很麻烦了。你还有双城论坛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呢，考量到双城论坛，你要跟上海如果要接头的时候怎么办？就这个时候，其实在两岸关系里面就会有一个很微妙的位置。所以沈伯洋不要本能的去把这件事情呢就拒绝了，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但是我们刚刚讲厨余的问题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会不会在非洲猪瘟上面花了太多的精神？我们当初为了要挡 COVID， 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请问你挡住了吗？猪瘟你真的可以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要